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克纳还有小阿尔克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一组的朋友们看一下你在哪一个方面即将逆转。好，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首先呢，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心中有一个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金钱，不管是脱贫、脱困，或者是说消除对金钱的不安，或者是你想要提早退休、财富自由，想要可以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我觉得金钱是你们可能心心念念环绕已久的一个课题。也有的朋友可能你是为了买房去存一个基金，或者是说因为房贷的关系，你可能想要早点还完，或是有其他的规划等等的。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会为了金钱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底线，你很努力的在捍卫，或是说你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中去跟别人竞争一个位置，来得到你想要的金钱。
来得到你赖以为生，或是说你可以生存下去的一个依据。好，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如果尝试过各种你脑海中知道的方法，结果还不可行的话，我觉得你们也会去尝试一些你可能本来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懂得变通吧。如果现在这个方法行不通，就会去看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突破自己的底线，告诉自己说，为了要活下去，或者说为了要让这个品牌经营下去，你就是很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愿意在某些方面去做退让。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为了这个金钱啊，可能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大的争执跟纷争哦，也许是跟你的合作的伙伴，然后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跟家人，那你们其实不想要放弃，就算吵架你也想要去吵赢，就是不论如何有一口气，你就是想要把这个说出来，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凭什么要遭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呢？甚至你们会为了我觉得心中的一个真理、理想跟信念吧，不顾一切的豁出去，就冲出去了。然后也许有一些东西断裂了，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再去追回了，但是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成长必经的过程，有些东西需要去取舍。你可能觉得好，既然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好，我就放弃一个曾经我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些人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某一个执念或是欲望的驱使下，会去思考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有点像是有一点比较灰色的地带，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现在没有什么资源，或者说你觉得好，可能你也没有比别人聪明，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背景，那别人在起跑点就已经赢你那么多，如果现在又用公平的手段去跟人家竞争，那不是会输更多吗？所以你有点像是这个，虽然看似有一点灰色，或是说没有到犯法，但是可能本来就是你会需要有一点点抵抗你良心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才是一种公平吧。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追赶到或是达到你的那个目标，因为你眼前其实你看到有很多的人，有些人是很聪明，然后也很勤奋，也很努力，然后家里的环境可能也很好，把他们推到了一个位置，因此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他们拥有一切，他可以选择好善良，就是他们不需要去做一些比较肮脏的事情，他们可以保持高贵，保持双手的洁净，但因为这是他们有他们的条件，他们的资源。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差距比较大的情况，或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拿什么跟别人公平竞争，或是如果要求你这样子做，其实对你才是一种不公平。有点像是你们其实也是不得已的，如果你有钱，你也可以很善良，或是说如果你有钱，你也可以表现出一副很和善的样子，你可能不用
为了生存，为了一点点别人所说的小钱去争执，或者说去维护，但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很重要。这个也跟底气啊，或是自主决定一些事情，还有自尊心有关。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去好好的拥有你所谓的金钱王国，或是累积到一定的量之后，金钱的分量之后，可能可以让一些看不起你的人，或者是你现在必须低声下气的人，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不用再忍受一些你不想要忍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金钱对你们来说，此时此刻是蛮重要的，然后掺杂了很多复杂的情感。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们都会考量到金钱这件事情。好，有些朋友你可能心里有处于一个比较匮乏的状态，觉得说不够，还不够，还需要更多。那对于你们来说呢，第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哦，它其实可以帮助你跟疗愈你，它是一个跟情感有关的好消息。不知道你们现在有伴侣还是没有伴侣，有一个人在你们的生命中出现，他会慢慢的把你的人生稳定下来，或者说把你拉到一个你自己身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可能如果你之前都在想着我怎么赚钱，我怎么建立我的事业，或者说哪里有资源，哪里有人脉的话，好，现在可能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因为有这个爱情进来，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呵护陪伴，你会放一些心思，就是你的心思，你的重心会转移到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吃什么，我要跟这个人一起去旅游，或者说我要跟这个人一起规划我的家庭生活等等的。就是你对于金钱这件事情的执着，或者说的匮乏感，会慢慢的被转移哦。那对于你们来说啊，你心中可能有一个很想要去脱困的感觉，觉得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被限制住，环境的限制，金钱的限制，或者是说也许你现在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哦，你身上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角色，其实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很少了。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只有这么一天一天的过，有一点点看不清楚方向。这个方向有点像是心里的声音，并不是说你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具体的做一些什么。你可能知道我现在就是要上学上班，好，要完成我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的事业，我的目标，我的人生计划，其实是有的。可是最终呢，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好像有一点点，它需要再次的被点燃哦。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就好像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但为什么都没有用？我已经尝试了，用尽了一切我所知道的方法，但是这个市场，或是说这个世界，它没有给我一个我理想中想要的回应。可能别人用了这个方法，是成功的，很好，所以你也跟着用。但是怎么结果不一样，结果有落差，然后你就开始思考说，会不会是那个时间点管用，可是我这个时间点不管用呢？然后你可能会去改进，就去看现在什么人正在做什么事情，可以去达到你所想要的成功。好，
但是你去尝试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摸不定这个准则，有时候可行，有时候又不可行，所以你会觉得真的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好像运气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有很多东西是说不清的，可能在成功的旅途中会有一种好，我已经做好了我该做的部分，可是剩下这个部分就要看天，或是看其他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因素堆叠起来。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心态是我站在这边，然后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但对于结果呢，有期待，但是却又不敢这么去期待我心中所理想的这个想法、愿望，财富自由的一天，它真的会到来吗？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有一点迷茫哦。但这组的朋友想要跟你们讲的好消息，就是我觉得你的心会被温柔的抚慰，温柔的慰藉。有一个人出现，他是你的人生伴侣，也可能是你的引导者，或是导师，或是跟你一起在这条路上成长的人。有的时候你身边多了这个依靠，多了一个可以讲话的人，有点像是喜悦加倍，痛苦减半。你们可以一起去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然后可能体会到说，好，人生走这一遭，也许每一个人的条件，每一个人的机缘，每一个人的际遇都不同，但是你还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去活出你自己跟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快乐。你的心会得到很大的抚摸跟很大的安慰，有一种我觉得重新焕然一新，重新看见阳光，重新微笑的能量哦。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过去你们可能在某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你不能去说出你的真心话，或是你其实是跟身边一些重要的人情感梳理，他做他的事，你做你的事，他可能也不怎么关心你。那你们也许会透过各种方式去寻找你的慰藉，甚至有些朋友你离不开某一个组织、某一个机构，或是你需要去依附这段关系，正是因为金钱的问题，你的金钱被掌控住了，你必须去依赖这个体系或这个人。你们有一点，有时候可能也是很生气，好自己，或者说怎么还没有一个突破点。那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的这个重心是会转移的话，有可能有几种方向。第一个就是你心中你所想要的这个金钱初步了，达成目标了。我看见你们的努力啊，其实会促成你的财富慢慢的累积，就是这个好运它是来自于你实际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做的这个东西成品产出结果报告是会被看见，而且它就是在日复一日，每一日这种微小的累积不起眼的动作，重复的不起眼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看似很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这个复利的效益会慢慢的呈现，专心致志的在同一件事情上，或者说专心致志的在这个事业这个体系上，你可能会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名声品牌，或是你这个人就是别人觉得非常可靠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那个领域中去达成某一个顶点，就是别人提到你的名字都觉得是
想到这个领域就想到你，或说想到这方面的专长，就会把它就会脑袋中就会跳出你的名字哦。有些人在这一组的牌，你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说有些人在这一组的牌，即使你们有一些资源，或者说有一些帮助，我觉得最终你们的成功还是依赖你自己。你们也不会希望说别人是给你贴标签，你就是因为靠谁谁谁才走到这个目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会很重视这个真实是什么，你真实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到底能不能够去掌握这样子的记忆，去熟练一项技能以及知识。有一些人呢，我觉得你们对于知识某一个真理、某一个信念、某一个信仰，就是一旦你有兴趣，你的热情被点燃之后，你就会一股脑的投入，废寝忘食，甚至你现在就是其他事情都不想要管，就想要每天24小时都在研究，知道你想要知道的这些事情。对，就是你会满脑子都沉浸在这件事情上。好，那我会觉得你们会从这样子的真理知识中去得到，也是一种好像心灵被释放跟救赎的感觉。有一些人，你们最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是我不一定要走这条路，我有一个我真心想要走的生活，这个生活可能跟你一开始被教育跟教导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你心中有某一种热情跟渴望重新的被燃烧出来跟激发出来，重点是你身边有一个人，他会陪你走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他的热情他的梦想其实可以带动你。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深情的人，他的内心有很多温柔的情感要给你，他对情感的熟悉度跟掌握度也是很好，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情感跟情绪成熟的人，不是那种比较幼稚跟你赌气跟你吵架的人哦。他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对于人际这些互动他其实能够明白，当然也能够去明白你的心思，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不需要去怄气，不需要去生气，或是闷了很多的委屈在心里。这个人的这种深情我觉得他对你又特别的加强跟加深哦，因为你是他所选择的人，甚至你们有那种命中注定的感觉，是这种天使把你们两个的线牵在一起。好，有一点可能本来也没想到是他，或是真的是一个很莫名的一个缘分，就遇见了，就碰上了。有的朋友会因为这个人生活有一些变动，可能你会到异乡去，或者说你会去结束原本一个比较没有前景不明朗的一个关系，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太阳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明朗非常清亮，在太阳底下所有事情都非常明明白白，然后有一种回到小孩子一样的单纯跟纯真。这个在说什么呢？这组的朋友，你们不会再欺骗自己的内心了。有一些事情就是你其实知道你不想要再回去，可是你又害怕你不回去，你不这么做的话可能会有引发的其他一些问题，你又不敢放弃。你必须要留在，或者说你必须要待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的理由，可能是为了，也许是延续、保存好现在的名声、地位跟金钱。但绝对不是因为你想要你开心，你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想要走，有些事情有一个开关，一旦被打开之后，
就很难再回归到原本的那个好状态了。甚至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会放弃你之前建立起来的一切，因为你发现真的你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你选择一个更清醒的道路，但这个道路选择的时候，你是看得很明白的，因为你知道这条道路最终走下去会通往哪里，会通到什么地方，至少那个地方是你想要的，至少那个地方是你想去的。好，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总结来说，你们很大的一个逆转就是你们内心的匮乏感会被终结，在感情上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来安慰你跟抚慰你，然后他又是一个 EQ比较高的人，所以跟他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们的努力他真的是会被看见，他可能也许不是一夜起来就是那种一夜爆发，但真的你做的事情，它累积到一个阶段之后，它的那个复利效益的这个成果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有一些朋友，你可能已经走到人生中年的阶段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大器晚成？但其实每一个人，你知道都有他自己的方向。或者是说呢，你们金钱出现，就是说累积到这个程度，你的心智或者说你管理金钱的知识也提升了，你可以好好的去保护或传承你手边所拥有的丰厚的这一些金钱的资源。所以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祝福，因为你们有金钱的智慧可以去管理金钱，而不是在很无知很茫然的状况下给你一大笔金钱，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它，或是可能就是很轻易的就被别人拿走。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好像你拥有足够的智慧来保护你的一个财产的能量。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宇宙给你的小卡你已经具备实现梦想的条件，迈开步伐去实践。觉察你的想法正在为你吸引什么。宽恕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在我眼中你也完美也完整。所以大家宇宙其实想要跟你说，好，过去你可能做了一些选择，也许是伤害别人，也许是伤害自己，但无论如何呢，你都需要去宽恕你自己。你的想法正在为你吸引什么？你现在的想法频率是比较偏比较负向，还是比较正向，还是有可能是摇摆不定的？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这个语言，你自己对自己是怎么说话的，然后会去影响你的行为，会去影响你的结果。所以去觉察你的想法正在为你吸引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们的梦想想要去做的话，现在就很棒啊，现在就可以啊，因为宇宙告诉你说你已经具备实现梦想的条件了，你其实就去尝试吧，不要觉得自己哪里不足，哪里还不够好。当你去做的时候，去尝试的时候，很多东西，很多的资源，或者说很多的解决方案就会慢慢的被你这个聪明的脑袋瓜想出来。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程度就是你的心灵会得到安慰跟安放，不要担心，你们绝对不是孤单一个人，在人生这条路上有你的好知己，他也是你的灵魂伴侣，陪你去走过这一段路。然后金钱的累积啊，它在你们的手上其实可以掌握得很好，这个就是你们不会被骗，也不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钱怎么来，然后怎么去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非常好的金钱管家、金钱管理者的能力，然后你的金钱绝对会是累积越来越多，你们不用担心最后的成果跟收获是什么，因为它是很丰盛的。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一组的朋友，我是米娅，下次影片见咯，拜拜。
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在未来3个月，你们哪一方面即将要逆转？哪边呢潜藏着惊喜跟好消息要给第二组的朋友呢？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第二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老灵魂，你们身上继承了很多记忆嘛。这个记忆可能不单单是你这一世留存下来的记忆，还包含了你前一世之前的好几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也许你会对于某一些历史文化特别的有感觉，或者说特别的感动。对于不是你现在所处的那个环境，也许是跟你生长环境很不同的一个地方，一幅画，或者说一个环境，某一个景色，你特别的被吸引。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比较早熟，从小就很懂很多东西，很敏感，然后内心会有很多的情绪。你们很早就看透这个世界，但是你又必须假装好像你自己没有这么的了解，因为你不想要被当成是异类。好，你其实知道的很多，但你不一定会表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当一个先知其实是寂寞的，或者是说啊，当你去讲一些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话，你的进度超前他们太多，他们可能会恐惧，或者是说觉得你是在胡言乱语等等的，所以很多时候也许你们不说，你选择表现出跟大家一样的这个模样，但其实我觉得你们内心是很深层的，你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面向，这些都是你的一个宝藏。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们在寻求某一种公平跟正义，你心中的公平跟正义，对于某一些制度，或者说某一些社会既定的流传已久的体制跟观念，你不见得是这么的服从，也许你会在心里一次一次的反抗，或是推翻，或者说实际的起而行。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想法、原则跟底线，那个是别人不能够触碰，也不能够侵犯的。好，那你们的心其实很柔软，这个柔软的心不是这么的轻易让别人进入，因为曾经你好像受过伤，这个伤害也许是你苦苦追寻一个你想要执着的恋情，或是一个方向，或是一个目标，而没有办法得到，你觉得很心痛心碎，甚至有一段时间你觉得人生中的目标意义跟价值就是为了追寻这个你所想要的东西。好，你们的生命经历过蛮多次的变动、转折跟翻转，好多次你觉得你要爬起来了，好像又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让你觉得你必须重新的再建立起。有的时候你看的这些断垣残壁啊，都觉得说，难道还要再来一次吗？或者说我真的没有力气再去面对了。但这组的朋友，你们的心还是很柔软跟很善良的。其实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也许是打击或是欺瞒跟背叛，那个善良跟纯真是没有办法去撼动跟改变的。即使你也想说，我不要这么善良，或是我想要就是变得更世故一点，变得更懂得保护自己一点。虽然你们是有这么做，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有一件事情比较
重大的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它有点像是让世界变得从有一点黑白，就是从彩色变黑白，或是有一点点开心变到必须要去焦虑的等待，这个是你们过去到现在的能量。好，但是宇宙想要跟你们说，我第一个看到你们有很棒的一个好消息，你们跟第一组一样都有出现太阳这张牌，而且你们太阳这张牌有这个红旗哦。第一个我觉得你们是会被保护着的，虽然你们跟第一组都有出现太阳牌，但是两张太阳牌的这个图案的画面其实不一样的。这一组我觉得你们会被保护着，就是你们会被实际的宇宙的能量所守护着，跟实际的贵人所守护着，有点像是觉得你们实在太天真单纯跟可爱，必须要去隔离一些不好的能量，让你们在一个安全的幸福的环境下去生活。可能你过去有选择错了路，或者说走差了路，以至于你走的如履薄冰，或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去应对某一个令你身心俱疲的环境。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很想要就是逃脱出某一个现状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翻转来自于，我觉得是外在能量跟贵人给你的一个保护哦。他会把你轻轻的拖起来，就像这只猫在马背上。好，这个就是有点像不需要靠别人的力气，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可以得到很安全的保护跟保障，还有你看的视野也会更加的宽广。比如这么说，就有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这个贵人，他会把你经济状况跟身心状况整个托起跟拉起来。对他来说这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拥有的很多就是让你站在他的肩膀上，对他来说完全不是负担，他拥有的很多，因此你只要站在他所提供的这个丰饶之地跟富足之地，就可以好好的修身养息，或是享受这美好的资源跟一切。我觉得比起第一组的能量，它比较像是有点像是就是一步一脚印去累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这个翻转更像是你就是被拖起来，被撑起来。其实这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就是你付出多少得到多少，而更像是你之前好像吃了这些苦这些亏，好，现在要加倍还给你，去弥补你，去补偿你，然后不仅要把这个破洞补起来，还要把你推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一个顶点哦，让你去看你之前可能梦寐以求的世界，不敢想，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地方哦。很多的点子，很多的概念会开始实际的去执行跟落实。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得到的这个好运或者说这个翻转它不是一个只有心灵上被安慰，而是实际的。我觉得在生活各方面都要繁荣起来，比如说居住的地方变得更好，更有选择权，在经济条件上更加的优渥、富足跟富裕，这可能是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你以前可能没有想到你自己可以到达这个状况，它有点像是突破了一个阶层，再到下一个阶层去。那你们很多原本只是在脑海中规划，或者是说不一定有余力去执行的这些事情现在都可以去实现了很多小小的点子。然后你们的心对于敏感，然后
我觉得算是需要好好呵护比较脆弱的第二组朋友来说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心要找到一个地方安放。也许金钱对你来说呢，它反而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金钱它是很重要，但是金钱它只是一个手段工具，它不是你最终的一个目的哦。我觉得你们这一生会去富足，会去开花结果，会去创造，因为你们累世所传承到你现在，你身上有很多独特的气质、气息跟技能，它不是别人可以去夺取的一个天赋。这种技能不单单指的是这种考试啊、拿学位，而是你的一些能力。你在某一方面特别擅长，这个是别人没有办法夺取的，它会实质的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去立足。刚刚说过，你们会被好的能量托起，会有贵人，会被阳光照耀，他也是看中你身上的这些特质。也许有些人的特质他就是好，我长得很可爱，我讨人喜欢，或者是我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让别人吸引，想要靠近，会想要拿钱给你，或是说想要跟你在一起等等的。它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可能是无形的，让你得到这一些贵人的帮助。你们的心最终会得到安放。我觉得你们会走向某一种家庭的这个方向，或者有些朋友你可能已经在家庭中了。在这个家庭中，我觉得你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很心爱的另外一半跟后代，也就是这个家庭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形式跟名义哦，你们彼此之间是相爱的，这个相爱才是这个家庭维系起来的原因，而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名分。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第一个你们在精神上会获得满足，你们纤细跟脆弱的心会找到地方安放，然后你们的很多的点子啊会被实现，慢慢的成长跟茁壮起来，就像是你脑海中有很多的点子想要去推动，想要去执行，过去可能因为就是各种原因啊没有去实行，现在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去成长，然后去推动，去影响，你会感到非常的踏实，然后也感觉到其实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念头、自己说的话是可以去影响别人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分量的。在你的家庭之外，我觉得你们的点子、想法，你们所做的事情也影响了好多好多的人哦。特别是你们过去那一些突如其来的转变跟翻转，或是心痛的经验呢，它其实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怎么说呢？更加的不一样，或是更加的有层次。因为这样，其实你们很容易去理解、倾听或进入到别人的生命故事中。好，你会更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我觉得你们的心跟眼睛将会更能够发现、看到美好的事情上。所以你们的牌有太阳、有彩虹，还有各种计划实施的可能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蓝图。它不单单只是一方面的功成名就，而是生命很多方面的一个平衡，包含了你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关系，还有你们会被这种运气，就是你的好运来啊，你就整个人被带上去，被托起来，以前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现在都可以顺利的、很顺的完成，或者说以前没办法去接触到的人，现在都可以很轻松的来到你的身边哦。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的一段时期，而且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把这样子的能量不断的延续下来哦。
最终你们也会成为别人生命的彩虹，你会去帮助别人，或是你会去把这样子的爱传递下去。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把你想要完成的事情，或是你的理念体现在你的作品、你的书、你的演讲，或是其他的地方中，你的文字也有可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第二组朋友的一个话哦。第一个是原谅将为你带来更多向前推动的力量。第二个是你是我最珍贵的礼物。第三个是感受你的生理需求，呵护并且滋养它。第三个是你是丰盛，你的丰盛是无限的。所以这组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们太累的话就休息吧。很多时候不是说你努力去硬拼它就你们的能量是这样，不是说你一定要埋头苦干，或是一定要努力好像硬拼去得到一个收获跟回报，而是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省力的方式去杠杆别人的资源等等的。还有如果你本身好散发出你原先有的特质跟魅力，很多人会要来帮你把他们拥有的东西给你。对你来说其实你只要站在那边就好，就你不需要这么的费力，你的丰盛是无限的。你们可能得到幸福、幸运跟金钱的方式，也许会跟传统的方式不是这么的相同。也许你这一生，你透过你劳力所换得的金钱，或者透过你这种时间去交换的金钱，它跟你从其他地方得到的金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你们会有那种很特殊的幸运。也许是你选对了投资标的，让你财富自由，或是说有些人就是给你这么一大笔钱，也有可能你选对了时候，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因此赚钱很轻松，回报很容易。为什么这个好机会会降临到你们生命呢？其实一开始就说过，我觉得你们在追求生命中的一个公平，然后你们本身很善良，也就是这个好运来到你们生命中的时候，你们不会用它去做坏事，而且你们心中也有一把尺。宇宙想要告诉你们说，你是他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宇宙最珍惜的礼物哦。过去有人在你心上好像画了一刀一刀，或者是说因为一些事情让你的心破碎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如履薄冰，好像无依无靠哦。这些事情真的不是你的错，然后可能那个人也不见得要为他的错误负责，就这么离开了，继续过他的生活。原谅将为你带来更多向前推进的力量。可能你会怨宇宙，好，或是心中会有一些不平，或是有一些埋怨，明明做错事的不是我，可是为什么我要遭受到这个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好像随意做什么说什么都可以，也没有办法，他也还没有得到制裁。为什么呢？这可能是一个大哉问，在你们的生命中，在你们的心中，就像一把刺一样，一直都没有得到解答。那今天说的这个原谅是原谅谁呢？好，不是原谅对方，也许是原谅这个命运，或者说原谅某一世，就是之前某一个事，就在轮回当中某一世的这个纠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局面。可以原谅之前的你，或说之前的对方，或者是说可以去终止这种你跟对方的一个纠葛嘛，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好去原谅命运的安排，也许你去原谅宇宙，这一切将会为你带来更多向前推进的动力，
而不是阻碍你自己，让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勇气相信往前走。为什么要经历一些功课呢？因为它让你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们一样善良哦。每个人都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要怎么过他的人生哦。这有点像是教你去明白，有些人值得，有些人不值得，有些人需要去避开，有些人面对他的时候真的不能那么善良，可能要去把你所有的心机都拿出来对付他，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有点像是让你看清楚某一个真相，原谅宇宙，用这个比较痛的方式让你去上这一课。好，你是他最珍贵的礼物。这一组的朋友，希望你们有接收到宇宙给你们的讯息哦。祝福第二组的朋友，我是米娅。好，祝福你们接收今天的好运。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内，你们会有哪一方面的好消息哦？还有潜藏的惊喜在哪里？人生呢，在哪一方面即将要逆转了？那首先对应下第三组朋友，你们从过去到现在的能量状态。那首先呢，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第一个比较强烈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烂好人，就是你不想当圣母啊，这个角色如果有人要当，就给其他人去当哦。我觉得你们不会好像被道德绑架或是情绪勒索，你们很容易去辨别出来，这个是在你们待人处事，或者说在人生旅途中，你们非常聪明的一点哦。在这个世界中有很多的幻象，有很多的这种诱惑，可是你们绝对不是那种很容易就被诈骗的人，就是走到现在的这个状态啊，你们不是那种啊，别人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你的钱骗走，或是说随随便便你就会去相信这个人。你们的提防心跟警觉心是很够的，你会把你的金钱啊、情感啊好好的守护住。也许今天有人跟你说，这边有一个好的机会啊，然后风险很少，风险低啊，你可能也会去怀疑说这个人讲的话是真的吗？你不会听到说这边有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或是这边有一个人他看似很完美，你就是一头的栽进去，跟一头的陷入。这是这一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聪明的地方哦。而且我觉得你们能够在一次一次的竞争中去脱颖而出，你们的人生生来就是要精彩，生来就是要发光的。你们有经历过那种好像一次一次的浴火重生，然后像火凤凰一样被整个瓦解之后再重新建立起来，重新飞起来的这个经验哦。而且每一次蜕变之后，你们都会变得比前一次更加的耀眼，更加的美好。这组的朋友，你们生命中有过低潮，可能是在某一些状况，特别比较脆弱，需要人家帮助，或者说需要人家去关心关怀的这种情境，你们可能曾经也有过。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人生经验中，你不会一直都停留在某一个低潮哦。不管是你自己站起来，或是命运推着你走，你们不会一直都停留在某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好，你可能有经历过低潮，你可能经历过手心向下的这个时期，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啊，你们会回到一个高位，回到一个去给予付出跟拥有很多资源去慷慨的，就是想要去分散给，就是去分配给你认为哪些人需要，就是分配给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开心，好，因为你就是想这么做，不会去计较得失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有什么样好消息呢？我觉得第一个啊，你们会成为一方的霸主。怎么说呢？在某一些领域，在某一些这种环境中啊，你们不是去遵守别人的规则，或者说
去并购别人，或者说去加入别人，或是说在某一个体系中你去寻求一个往上爬的方法。我看见你们根本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新的一个体制，就是旧的那个系统啊，你不会再参与其中了，因为那个东西是老旧的。当你这个新的系统、新的体制出来之后，这个是很快的，你就会召集一群人，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很多人就会跟着你走，你们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属于自己的一个，好像就像刚刚说的一方霸主，很多人要跟随你，或者说被你的这个观念、想法、点子所吸引哦。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脑袋里随时随地都有很多的新鲜的鲜活的概念想要去做，想要去实行。可能有些人说你是不切实际啊，或者说有些人不看好你，可是对你来说那些人讲的话真的就是你不会，你就是不会去在意，他们没有办法打击你，没有办法去动摇你一根汗毛。这组的朋友，我也觉得你们是非常念旧情的一群人哦，就是在你困难的时候，在你低潮的时候，曾经给你们过，曾经帮助过你们，或是说谁曾经真的用心对待你们，你们其实看得出来的。因为有很多人是在你们好的时候、漂亮的时候、成功的时候、美丽的时候来这里锦上添花。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这一生会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迷惑、很多的选择，可能是因为你们的条件、你们的人生，或者说你们的各方面都越来越好，很多人来到你的生命中，想要靠近你，想要去沾你的光。但我觉得你们很聪明，你们可以去辨识跟辨认出哪一些人是虚假的，是虚伪的，哪一些人对你们来说是真心的，以及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各种有形无形的诱惑，你也会知道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需要的，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不需要的。比如说呢，像是买东西啊，它可能有标准版跟豪华版，那这个价格有差啊。那如果你不理解说这个豪华版为什么值这个价格，也许你就不会去选择，就算你钱够也不见得会去花那个钱。类似这种很多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跟想明白一些事情。我花这个钱到底为什么，值不值得？或者说你今天就算你要花，然后是为了一个爽快，或者说为了是因为这是我朋友，或者我想要对大家好去请客，这个东西其实你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不会说你只是很冲动的我就去做这个决定，或者说去花这笔钱哦。这是我朋友，所以一再强调，我觉得你们是非常聪明的，特别是在辨识人这方面，你们也是非常有一套的，你可以去识别出来哪一些人是真心的，哪一些人是虚假的、虚伪的。那还有就是你们有那种远行的能量哦，你们也许你心中有一些想法是想要去外面看看，或是想要去转换环境，那我觉得是可以成型的，不管是看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或者是说去经历、去旅行，去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生活体验，或者说从这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从这个知识体系中去转换到新的知识体系。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是非常有机会的，你们的生命不是很单薄，不是很浅薄的，你们会经历很多丰富的事情哦。那在走在这条人生旅途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你心中的这个点子，或是你心中的某一些理想，其实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它就像是一个北极星一样，指引你往前走。你会追随着你心中的这个北极星，当你在追随你心中的这个北极星往前走的时候，不知不觉因为你的这个坚持，因为你这个原则，因为你这个信念，你会发现你身后跟了好多一群人，他们认同你，他们肯定你。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有那种王者的霸气，王者的气场，你们不是躲在幕后的人，你们天生就是要出来闪耀，出来发光的。你是你自己世界中的国王跟女王。我觉得你们不是那种辅佐的角色，或者是说默默无闻的角色。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就是要被显现，好，要被出来。而且你们不只会在一个领域成功哦，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做成功之后，你又想要转换领域。有些朋友是怎么说呢？这个领域大家
可以想象成是，比如说不同的行业，或者是说人生的不同面向。有可能你是在事业上很成功之后，你想要回归家庭的，家庭也经营得非常好，或者说你专注在这个健康方面，你的健康很长寿，或者说就是保持体态保持得很好。就我觉得你们可以在人生各个领域都掌握得很好，别人会想要来请教你，别人会想要来听你说话，你们的人生无疑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们的人生是有很多的尝试，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有可能就是忽如其来的这个谈恋爱，或者说忽如其来的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烘焙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你们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想要做，这个做是不限于你现在的身份，你就是有这个热情跟动力，而且你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都完成得很好，别人可能只能一生穷尽一生完成一件事情，你们却是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我觉得都可以抓到那个精髓，都能够掌握得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会享受到很单纯的快乐，它不需要很复杂，或者是说一定要有很多的金钱作为后盾。你跟某一个人在一起，在他身边，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非常的满意。不管当时的环境是如何，不管你们住的房子是大是小，有什么样子物质条件，你就会觉得很满意。这个东西你不会去跟其他人比较，你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你所想要的人生，你觉得很感恩。而且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会去看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说呢？要比较是比不完的。那为什么明明有些人就是看似什么都拥有，但是还是却为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在竞争，花很多时间在生气？对你来说，那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你的人生可能就是抓大放小，你的人生怎么说呢？你觉得人生很珍贵，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不对的人身上。可能这个人跟你有过节，但是你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跟他吵架，因为你越跟他纠扯，你其实心情不好，你可能就会吃一点亏就算了。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人生真的是活得越来越豁达，然后也越来越快乐跟感恩吧。感恩，你们的心态就是这样，你们不会去攀比，甚至其实你在你自己的世界中，你就是国王，你就是霸主，你就拥有你自己所想要的一切。那其他人在其他人的世界中，他要怎么想，他要怎么做，其他的王国有这种内乱，或是有什么问题啊，在你自己的领地，你自己的王国其实都不会出现哦。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城堡啊经营得很好，欣欣向荣，大家都想要过来，大家都想要追随你。好，这组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想要跟你说的话。你无需向任何人证明你的价值，你的存在就是无上的价值。其实你们真的是一出场啊，一出现啊，这个气场就在，这个气势就在哦，你们就是存在在那边，对别人来说你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但是就会这种光彩夺目、非常耀眼的能量。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经历过酸甜苦辣，就一开始就说你们不是一个很浅薄、很单纯的，好像未经世事的，而是我觉得你们的生命是有厚度的，是非常立体的。其实你也不需要多说什么，就是层次不同的人，你就不需要多言。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打压你吗？是因为他看不惯你比他好，你比他亮眼，他没有这样子的胸襟。当你们今天离开旧的环境、不好的环境、有毒的环境，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人交流起来都是同频的、同层次的，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舒服。还有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相信你的直觉哦，你们就是一组很聪明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有问题，这个投资计划怪怪的，他就是有问题，他就是怪怪的，你不要再去说服自己说他没有问题，可能是我多想了，没有，他就是有问题。你就是
不要去做，就停止吧。有些人觉得就是他跟他交往不放心会起疑的话，就不要继续跟这个人深交，就保持一个浅尝即止的关系就可以了。第二个，相信你们的选择是第三个，相信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其实人生啊，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不管弯弯绕绕经过了什么，尝过了什么，或者是经历了几次浴火重生，毁灭之后又重建的这个过程啊，你们最终就是要走向我刚刚说过一方之主、国王、皇后这样子的能量哦。好，你们就是拥有这些丰盛，而且你的这个丰盛是多到可以满出去给出去的，而且你们这个丰盛并不是用武装跟刚强来好像去装出一个壳子，你们是真的拥有这些，然后你们的头脑会帮助你，还有你的直觉也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要自我怀疑、自我贬低，或者是说把其他人的声音放到自己的脑海里。所以最后一句宇宙给你的小语，撕下其他人给你的标签，如实的做你自己，不管这个标签是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你就把它撕下，就是没有人可以为你打分数，特别是那一些根本就不是很认识你的人，他活在他自己的认知框架里，他有很多他并不知道的地方，他就是这么想你，可是他没有看见整件事情的原貌究竟是什么，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甚至你可能当初的构想是好的，可是这个人却完完全全误解了，就是他以他的方式来思考这个世界，因此可能在你身上贴了一些标签，现在全部都要撕掉了。这组的朋友，就算你不撕掉，宇宙也会帮你撕掉，因为你本身你的存在就是无上的价值，所以你们这一组气场很足，就是生来就是要闪闪发光，你们就是没有办法被小看，以及没有办法被埋没的一群人。你们是钻石，你今天就算丢到沙子里，你还是钻石；你丢到地上还是钻石，别人还是会要把你捡起来，珍惜你，然后觉得你是宝藏。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被放到什么样的环境，就在于你本身的存在就是无上的价值。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你们这个价值会越来越体现跟显现出来哦。在未来3个月到半年，你会越来越看见自己去巩固你的思想，以及有一些人想要去倾听你，去追随你，然后去认同你。你会在你自己的王国里活得悠游跟自在，享受到这种好像无拘无束的一个快乐。好，以上啊就是宇宙给第三组朋友们的好消息咯，恭喜第三组的朋友闪闪发光，非常有气势，让人没有办法把目光移开的一组哦，恭喜你们。好，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拜拜。